一場戰爭爆發後，人們總會問，為什麼沒有人阻止？但更值得追問的是，真的沒有人事先提出警告嗎？作者馬凱碩在《和平締造者在哪裡》一文中指出，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違反國際法，當然應受譴責。然而，譴責侵略並不代表我們可以停止分析這場戰爭究竟能否預見，又是否可能避免。早在北約向東擴張之初，美國戰略家喬治·肯南便警告，這項政策可能刺激俄羅斯反彈，開啟新一輪冷戰。後來，季辛吉也主張烏克蘭有權選擇自己的政治制度，發展與歐洲的關係，卻不宜加入北約，而應維持中立，成為東西方之間的橋梁。這不是替俄羅斯入侵辯護，而是提醒世人，道德判斷與戰略分析必須同時存在。侵略者應負責，但如果明知某項政策可能引爆衝突，政治領袖仍不斷踩踏紅線，那麼戰爭就不只是突然發生的意外，更是長期誤判累積，甚或是有意未知的結果了。這種危險並不只存在於烏克蘭。美國前國務卿龐佩奧曾在台灣主張，美國應立即正式承認台灣是一個自由獨立的主權國家。這種說法聽起來像是在支持台灣，卻可能直接衝擊台海最敏感的政治底線，讓台灣承受戰爭風險。真正負責任的政治家不應只說最容易獲得掌聲的話，更要計較這些話可能讓誰付出生命的代價。馬凱碩追問，當世界走向對抗，和平締造者究竟在哪裡？過去有曼德拉、安南與杜圖等受到各方信任的人物，在衝突之間保持冷靜，尋找妥協。如今，國際政治領域卻只剩下煽動、選票計算與陣營對立。和平不是軟弱，也不是向強權低頭，而戰爭需要的往往只是一句挑釁。具有智慧、勇氣與責任感的政治家看見危險，會勇敢出手阻止，在縱然新仇舊恨未解的情況下，仍願意溝通。但如美國前國務卿龐佩奧的不當言論，全球沒有任何一位重要人物公開譴責他的發言，這正是我們全球性問題的核心。在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和平締造者的時候，全球的和平締造者究竟在哪裡？